2025年3月1日，41岁的金曲歌王方大同去世，让很多人震惊和惋惜。他的音乐才华无与伦比，但他的健康问题一直很大。多年来呢，他跟疾病抗争，最终因健康状况恶化离世。这不仅是一个音乐人的悲剧，也给所有在职场打拼的人士敲响了警钟。今天我们从方大同的经历出发，探讨职业人士如何照顾好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方大同的健康问题，他的疾病和身体状况。所谓的自发性气胸或者抱胸它是一种肺部疾病，常见于瘦高体型、胸廓比较狭窄的男性，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胸痛、容易疲劳、运动耐力下降。如果反复发生，可能影响肺功能，降低氧气供给，甚至危及生命。另外，这方大同非常的瘦他的 BMI 只有 14.3， 说明长期的营养不良。BMI 小于 18.5 就被认为是低体重了，方大同只有 14.3， 属于严重的低体重。那么他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肌肉流失身体恢复的能力下降。第二呢，胸部的弹性也会下降，可能加剧气胸的复发的风险。另外就是免疫系统受损，容易生病，修复能力也很低。那么可能健康的诱因是什么呢？它可能有先天的基因表观的因素，我们回头再去分析。它还有一个长期素食营养摄取不足的问题。它的问题会不会是长期素食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呢？其实素食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不均衡的素食可能会带来营养缺乏，特别是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在素食质里面容易缺乏。比如说蛋白质不足就会影响肌肉肺部的健康，维生素 B12、维生素 D、DHA、胆碱影响神经代谢和能量的水平。铁和锌的缺乏也会影响免疫系统，导致容易疲劳。另外就是高压力作息不规律。这艺人长期熬夜巡演，创作压力很大，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失调，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内分泌紊乱激素失衡，降低免疫力，肝脏肾脏负担加重，解毒功能减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些成功人士他有甲基化功能偏低的问题。甲基化它是负责我们 DNA 的修复、能量代谢、神经递质合成，对大脑功能也很重要。如果方大同有 MTHFR 基因突变加上长期的素食精神压力，就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情绪波动、抑郁、代谢异常、能量水平低下这个修复能力也下降。所以呢，这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一个遗传表观问题。我们再看一下艺人和职场人士的健康风险。首先，这个高压力的环境对健康影响非常大在心理层面，他长期的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导致社交回避、孤立感增加。在生理层面呢，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代谢紊乱，增加慢性病的风险，心血管疾病、胃病等等。在能量层面呢，他睡眠不足、缺乏运动导致长期处于透支的模式，大脑和器官的修复能力都下降。像李玟就是一个例子，长期高强度工作，患有抑郁症身心状况都急剧下降张国荣他高压力加上抑郁症情绪管理失衡最后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我们还有很多职场典型的案例了，高科技公司年轻高管的猝死高压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心血管疾病，很多我们医生律师超长时间工作，高精神压力，很多慢性疾病。那么我们如何在高压的职场中保持健康呢？其实呢也是不难做到的。首先我们在生理生化方面的健康管理就是调整饮食素食的人一定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豆类、坚果、藜麦、蛋白粉还有 B12、维生素 D、DHA、胆碱，这些都需要补充另外要限制高糖、高净质碳水化合物，避免血糖波动影响情绪和精力。在运动方面比较推荐一些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它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但能提高心肺功能。瑜伽、普拉提、气功、打坐都能够增强核心的稳定性，缓解情绪。另外呢，每天步行8000到1万步，减少久坐的危害。
最重要的是优化睡眠，每天7到9个小时的深度睡眠，优化褪黑素的分泌，提高恢复功能。大家知道褪黑素也是一个抗氧化剂。另外，避免呢夜间的蓝光暴露手机、电脑都影响睡眠的质量。睡前呢一定要控制。从心理健康方面，我们一定要管理好情绪大家用正念冥想深呼吸正向思维等等，减少焦虑，稳定神经系统。每天呢有10分钟的时间自我反思，调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另外就是要有良好的社交艺人和职场人士往往压力高，又缺乏社交的支持，所以呢再忙都要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定时的做一些交流。另外呢，也要组建一下自己的健康的团队，营养师心理咨询师针灸师健身教练甚至生活方式的导师。另外就要注重灵魂健康的管理，做什么事情不能只追求业绩或成就，要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和使命。艺人呢和职场的人士都不要忘记通过公益个人的成长、兴趣爱好来找到一种平衡。另外呢，自然疗愈很重要，多接触大自然森林浴、海边散步，提高能量的水平。定期的进修断网，减少信息的过载提高呢我们内在自省的能力。不管怎么样，方大同的趋势提醒我们，健康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你才去关注它，而是需要在生活和工作中主动的管理。无论是艺人还是职场人士，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身灵，确保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平衡。那你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健康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打造真正的四维健康。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会员，在会员网站呢，我会深入分析一下方大同如果吃3个月的牛肉，他是不是可以多活5年？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们在以后呢还要探讨如何在高压环境下构建我们心理的韧性。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